我穿着婚纱等傅景怀5个小时，却等来了他车祸失忆的消息。哪怕婚礼上我被当场退婚，成为宾客的笑柄，还是一心牵挂着傅景怀。可下一秒，我就在后台听到了傅景怀凉薄的声音：只要装失忆，暂时不结婚，我就不算背叛桑婉。就1年，他会等的。等我玩够了，自然会娶她。而且她必须和我傅家联姻。除了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说着，他逗弄着怀里的女秘书，亲密地和她接吻。后来，当我穿着婚纱走向他小叔的那一刻，傅景怀瞬间恢复了记忆，歇斯底里地喊着他才是我的新郎。我却陌生地回头看他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。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不欢而散，我灰溜溜地躲进后台，打算换下碍眼的婚纱，却从门缝中瞥见里面的场景。傅景怀跟他的小秘书林雨蝶勾连缠绵，扶在纤腰上的大手一刻也不肯松开。傅总真聪明，只要装了失忆，以后就可以多多陪人家了。反正你家里那个傻子只会认为你是因为失忆，才会变得反常的。傅景怀骤然停下，拧着眉毛，恨不得掐断林雨蝶的脖子。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。我愿意陪你玩，也算是我对不起他。我不准你再侮辱桑婉，他是我最爱的人。男人散发寒气的眼神，让林雨蝶识趣地闭上了嘴，接着享受强烈的刺激。而我就站在门外看着，耳边的轰鸣声响起，让我浑身一抖，如堕冰窖。我死死掐住自己的掌心，崩溃和绝望如浪潮翻涌般席卷着整个身体。明明就在前一天，傅景怀还燃放满城的烟火，宣告全世界，他只属于我一个人。他满眼动情，紧紧攥着我的手。世界上仅你一个叶桑婉，能让我爱到痛彻心扉的，也只有你一个。可眼前的这一切算什么？我紧靠着墙壁，才让自己没有倒下去。曾经许我一生一世的男人，为了和别人缠绵，让我成为最大的笑话。我抬眼看向窗外，满目璀璨烟火，是傅景怀提前为我准备好的烟花大会。我的眼泪已经流干。此时，手机传来信息：桑婉，你放心，我会重新爱上你的，相信我。这让我想起来，我答应和他联姻的那一天。他说，辜负真心的人，是要吞1000根针的。桑婉，相信我。他俯下身吻我，又哭又笑，眼底都是激动又喜悦的泪光。叫我如何不信？可结果就摆在眼前。听着屋内的谈话，我才知道，
原来我这些日子吃的小馄饨，是林雨蝶家楼下的，大概吃了10多次吧。可林雨蝶才入职不过1周，我跌跌撞撞跑回了傅家，打算把自己所有的痕迹抹去。傅景怀却在这时候推开了门，故作陌生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然后心虚地挪开。桑婉，我虽然失忆了，但我还会对你好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还会结婚。听我爸说，你不是最喜欢孩子的吗？是啊，我是说过想尽快和他结婚，生下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傅景怀必然会是一个好爸爸。可现在才意识到，这个想法大错特错。我没有回答，借口跑进了卫生间，给我妈打去电话。既然傅景怀失忆了，他肯定不会再记得我了。我继续纠缠也没有意义，那就换个人联姻吧。我妈叹了口气，担忧道：傅家除了傅景怀，就只有他的小叔傅远洲，为人端正稳重。你们小时候也一起玩过，可以吗？我微微一怔，然后无比认真地回答：就他吧，但我有个要求，1周以后帮我安排一场事故。只有我失忆了，才能彻底告别这段感情。敲定联姻以后，我推门出去，迎头撞进傅景怀的怀里。我看了之前记的日记，你不是很喜欢去游乐场吗？我已经打电话包下了整个游乐场，陪你一起去坐摩天轮，好不好？见我发着呆，傅景怀直接把我搂进怀里，就好像真的舍不得我一般。而我只看向他身后桌子上的手机，屏幕上是林雨蝶发来的各种图片。傅总挑一挑哪一套最有感觉，人家马上就穿给你看哦。只不过这次不要全都撕碎了。傅总也太暴力了呢，胸口都被划坏了，还怎么穿你最喜欢的职业装呀？我忍下心头翻涌的苦涩，慌乱地推开傅景怀。你手机响了。傅景怀猛地回头去查看手机上的信息，神情异常局促。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，他装作不耐烦道：公司的这些老头子一遇到事就找我，简直烦死了。我的伤还没好呢。不管了，还是陪你要紧。傅景怀撇下了手机，自顾自把我拉上了车。一路上，他虚假地背诵日记里的点点滴滴，情动不能自已。可他却忽略了车里面的新手机，上面的壁纸是林雨蝶，小秘书专属5个大字就摆在上边。曾经他这里也有过很多属于我的专属。傅景怀会在公司顶楼建一间休息室，每天都会有专人负责摆满我最爱的宝蓝色玫瑰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使用。他的副驾驶也是我的专属。可当我看见座位底下的一条蕾丝衣物，就知道早已不是了。到了游乐园，
确实没有其他游客，所有工作人员都只服务我们2个。傅景怀牵着我的手走到摩天轮的入口，眼底温柔似水。桑婉，等我真正想起我们过去的美好回忆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这段婚姻我等了6年，可这次真的不用了。傅景怀吩咐工作人员把入口门打开。我们刚迈出第1步，远处一个娇小可爱的身影就朝我们走过来。林雨蝶穿着超短的职业装，隐约还可以看见她里面穿的衣服。傅总，我有一件急事要报告，可不可以？傅景怀的喉结翻滚了一下。2个人之间微妙的氛围令人作呕。我抬头看向傅景怀：“你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毕竟摩天轮应该是2个真正相爱的人一起坐的，我不想和这样恶心的人一起坐。”傅景怀眉眼中有些犹豫，但他的脚尖已经朝向了林雨蝶。我去就回。说完，便迫不及待地跟着林雨蝶往远处走。入口已经被打开，我选择一个人上去。摩天轮缓缓转动，傅景怀提前安排好的烟花按时被点燃，在星空中绽放，映着玻璃窗。我清楚地看见自己憔悴的脸，也看得见地面上傅景怀将林雨蝶抵在墙角，2人如情侣一般亲密无间。听说摩天轮的每个格子里都装满了幸福，但此时只我孤身一人坐在格子里。绚烂的烟火在空中绽放消散，就如傅景怀的爱意，转瞬即逝。我的手机在下一秒打破沉静。桑婉，快抬头看，专门为你准备的烟火。我想我已经再一次爱上你了。摩天轮转了一圈，傅景怀就站在出口那里等我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扶下来，紧紧搂住我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工作把你丢下了。刚才我已经教训了那个秘书，把你一个人丢在上面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我忍着恶心，不着痕迹地推开他。男人身上的廉价香水味异常刺鼻，可是他明明说过最厌恶各种廉价的东西。现在想来，最廉价的怕是他自己。傅景怀搂着我到车边，看见已经自然而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林雨蝶，他不受控制地一脚踢了车门，激进愤怒：“谁允许你坐副驾驶的？赶紧给我滚到后面去！”林雨蝶咬着下唇，极不情愿地推门下来，坐到了后排。一路上，傅景怀看似跟我搭着话，实则眼睛一直盯着后视镜，快速扫了一眼，又装作不经意地扫了第2眼。其实我从玻璃上的倒影也能看见，林雨蝶挑逗着咬着自己的嘴唇，眼神迷离地勾引着他。傅景怀下意识滚动喉结，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。
当真是和禽兽一样的两个人。我现在只庆幸婚礼中断了。半晌，林雨蝶上来和我搭话，加了我的微信。傅景怀心虚似的抢过手机来删掉，拧着眉毛，不悦道：“我的未婚妻不喜欢加不相干的人，少套近乎。员工规范你忘了吗？”虽然他嘴上说着失忆，可那些细微的细节还是记得一清二楚。脱口而出，习惯是藏也藏不住的。我一声不吭地拿回手机，默默地把林雨蝶加了回来。刚通过好友，他就给我发来一连串的视频。我静音播放，全都是傅景怀和他亲热暧昧的视频。可眼前的傅景怀，此时依然宠溺地抓着我的手。我明天就到医院好好治疗失忆。我也希望自己早一点好，就能更名正言顺地娶你。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，我就买下一座游乐场，只有我们3个。等孩子上了幼儿园，我就亲自送他上下学，竞选家长代表，给幼儿园捐楼。孩子肯定会高兴的吧？傅景怀嘴角挂着神往的笑容，就好像他说的那些情景就在眼前。可他在手机的视频里，却是一团污秽，如他心底一般肮脏。而且他所说的，仅仅只是他的幻想罢了。因为1周后，我就会另嫁他人，并且不再记得眼前的这个傅景怀。我极力抑制心头的苦涩，可笑着笑着还是流了眼泪。傅景怀迅速捕捉到，随即把车子靠在路边，回过头命令道：“你赶紧下去吧，我未婚妻不高兴了。”林雨蝶还想撒娇，却被他冰冷无情的眼神吓退，不服气地摔门下车。傅景怀赶紧过来贴近我，替我擦去眼角的泪水。好了好了，再哭就要成小花猫了。我以后坚决不会让别人坐我的车，就只载你一个人。等我恢复记忆，咱们马上办婚礼，到时候我就完完全全是你的了。傅景怀的目光柔和如水，把我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亲，却没有发现我已经收到了他小叔同意联姻的消息。我如释重负，悄悄按灭了手机。傅景怀，你可以等恢复记忆，可以等玩腻了林雨蝶再找其他人。可是我也有自己明媚的未来，我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去等一个屡次背叛我的人。爸，我都已经失忆了，还没有恢复好。不是说好了把我和叶桑婉的婚礼推到1年后吗？为什么新闻上还是放出了婚礼的日期和地点？傅景怀弓着腰，压低声音询问傅老爷子新闻上婚礼的事情，但突然察觉到我的脚步声，他即刻挂掉了电话，神情瞬间变得温柔。怎么没多睡会儿？你等等，我马上去给你做早餐。傅景怀快步钻进厨房，细心的调味，
时刻关注火候。桑婉，不管我从前对你如何，以后我保证会一点点爱上你，最后娶你回家。但可能时间会久一点，你愿意等吗？久久没有得到我的回答。傅景怀的后背莫名紧张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心虚，他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傅景怀悉心照顾我吃了早餐，亲自洗了碗筷。我嗓音沙哑地提议：“陪我去趟花店吧。”他喜出望外：“好啊。”傅景怀擦了擦手，替我穿上了大衣。到了花店，傅景怀假意问我喜欢什么花。茉莉花。在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，他瞬间愣了一下，因为我最讨厌茉莉。傅景怀硬着头皮替我挑了一束，便接到了一条信息。不出意料，他满眼愧意地看向我，刚要开口，却被我打断：“公司的事吧？快去，我没事的。”傅景怀装作极不情愿的样子，但脚步却很匆忙。我捧着茉莉花出了花店，一眼就看到我妈为我安排的伪装车祸的车，而马路对面，我清楚地看见傅景怀动情地搂着林雨蝶接吻，不顾任何人的目光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。女孩高兴地搂住他亲了一大口。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傅总给我买了一套别墅哦。他亲口对我说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需要他，他都会来别墅陪我。也许在你们未来举办婚礼时候来，也说不定哦。哦，忘了说了，我怀了傅总的宝宝哎。你说我能不能靠着宝宝当上傅太太？我含泪关上手机。在车子朝我行驶来的时候，我毅然决然地朝路边走。撞到我的那一刻，脑子里的一切都蜂拥而至，就像一团浆糊。倒地后，洁白的茉莉花散落一地。后来，我被送进一间极其安静的屋子。关于傅景怀的记忆，在我的脑海里一点点抽离出去。我头疼欲裂，缓缓睁开眼睛。见我醒过来，我妈赶紧上前，担忧道：“真是把妈吓坏了。为了傅景怀，你值得这样做吗？”我一愣，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沌。谁是傅景怀？心理医生把我妈拉到一边，给她解释催眠的效果，以及今后还是不要提傅景怀这个名字，否则记忆会错乱。我躺在床上听得云里雾里，却突然看见门口闯进来一个人，是傅远洲。他慌张到皱紧眉毛，连忙飞奔到我面前，闯进我的视线。桑婉，听说你出车祸了，我就赶紧从国外赶回来。怎么样了？傅远洲掀开我的裤腿，发现只擦伤了一点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悄然拉住他的手，轻笑摇头：“我没事，等我好一点。”
傅远州把我带回傅家，由家庭医生为我调养，也方便我们商讨婚礼的事宜。在傅家，难免会有人提到傅景怀这个名字，可我却没什么反应。傅远州捧住我的脸颊，无比认真地看着我。从前婚礼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桑婉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待你。我踮脚紧紧地搂住他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会爱上眼前这个男人，但也需要时间。另一边，傅景怀躺在别墅的水床上，搂着林雨蝶，夹着烟的手顿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放下，自顾自嘟囔着：“桑婉最讨厌烟味了，还是别碰了。”傅景怀玩味地撩着林雨蝶的长发，发狠地吻了下去，然后后知后觉：以后不要用这种香水了，要是让我未婚妻闻到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林雨蝶撒娇似的钻进男人的怀里，刚想作乱，床边的手机响了一下，傅景怀接了起来，不多会儿就兴奋地坐起：“真的假的？我小叔要结婚了，真是不容易呀。听说他心里一直有个白月光，所以才单身到现在。看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，真是恭喜他了。”挂了电话，傅景怀赶紧扣上衬衫，然后回头捏了捏林雨蝶的下巴：“我得回家了，明天我小叔结婚，我得和桑婉商量商量买什么礼物。”林雨蝶一把抱住男人的胳膊，娇嗔道：“每次只陪我这么一小会儿，舒服完就走，你到底爱？”傅景怀一拧眉：“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我可从来没说过爱你。”林雨蝶咬唇，鼓起勇气再次开口：“我已经怀。”刚说到一半，男人已经急匆匆离开了。回到家，傅景怀刚打开门就喊了一声桑婉，可是无人作答，只有空灵的回音。他翻遍了整个别墅，都不见叶桑婉的身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男人似有所感，赶紧掏出电话来拨打特别备注的号码，可一直都是无人接听。傅景怀在客厅反复踱步，打了无数个电话也联系不到叶桑婉，却查到了叶桑婉出车祸的消息，听说是脑部受的撞击。在傅景怀发了疯似的打叶桑婉的电话时，却等来了林雨蝶的电话。男人啪地挂断，生怕那个重要的电话打不进来。没过一会，林雨蝶又打了一遍，傅景怀不耐烦地接通，暴怒大吼：“有什么事不能打字说？给我滚！”林雨蝶隐忍下来，然后迅速回话：“是正事，有人送公司来一张你小叔的结婚请柬。”但是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但是，新娘竟然是叶桑婉。傅景怀一怔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咬着牙骂道：“你想要上位，也不需要编这种话骗我吧？”
林雨蝶，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下贱。林雨蝶被骂得狗血喷头，还是把结婚请柬给傅景怀拍照发了过去。不信就自己看呐。亏你还天天口不离叶桑婉，现在她都要嫁给你小叔了，你能抢过你小叔？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哪怕林雨蝶再歇斯底里，傅景怀也无动于衷，只是无限放大手机的请柬图片，把特写放在叶桑婉3个字上。另外，上面还有2个人甜蜜的合照。叶桑婉笑得很真诚，男人紧紧地捏住电话，好像被抽干灵魂一般，嘴唇不住地颤抖。怎么可能？桑婉和我在一起快6年，嫁给我小叔？开玩笑吧？嘴上说着开玩笑，可是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。傅景怀死死地盯住某个地方，视线霎时模糊起来，然后突然爆发似的，将手上的手机奋起摔碎。不，桑婉，你不要吓我呀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傅景怀的眼眶发红发热，头上的青筋暴起，浑身都在发着抖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男人才反应过来，驱车前往傅宅。傅老爷子带着人，竟已提前堵在门口，皱着眉看向已经失去控制的儿子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装失忆，把人家桑婉害得现在这个样子。如今好不容易和你小叔订了婚，你别想捣乱。傅景怀几乎跪在傅老爷子身前，极力地控制自己发抖的声线，祈求道：我知道我错了，让我见见桑婉吧。您怎么能答应让她嫁给小叔呢？这也太荒唐了。傅老爷子没和他多说，只想到自己爸妈老来得子，给自己留下这个年轻的弟弟。傅远洲说过，这辈子除了叶桑婉，谁都不娶。傅老爷子叹了口气，你自己好好冷静冷静。说完，便示意保镖们把傅景怀绑起来，先让自己的小弟弟完婚再说。转眼间，我已经穿着定制的婚纱，坐在镜子前面，眼睛里都散发着光芒。从小伺候傅远洲的奶妈替我挽发髻，看着镜子里的我，不禁感叹，远洲少爷这些年念叨都是叶小姐，这下他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也替他高兴。别的不必说，我这个老太婆都能拍着胸脯发誓，叶小姐嫁给我们远洲少爷，肯定会幸福的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轻笑着点头。这些日子和傅远洲相处，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他体贴入微，尊重我所有的奇思妙想，默默地在我身后支持我。我们2个的性格也极其契合，他比我大几岁，也更能包容我一些。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会相处得如此顺利。此时，
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老婆，我都等不及马上见到你了，已经开始想你了。还有5分钟，好漫长。奶妈正好也看到，和我相视一笑。小时候我就说她是老婆脑袋，现在看起来，我的眼光还蛮准的。时辰已到，奶妈扶着我出了后台，却迎头撞见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面孔。男人的眼睛布满了血丝，眼下的乌青透露着疲惫。他紧紧攥着手，一滴热泪顺着脸颊掉落。桑婉，你怎么会嫁给我小叔呢？我稍微一怔，看着陌生的男人，艰难启口：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。好像我的话让男人受到了什么刺激，眉头紧锁，困惑地看着我的脸。桑婉，你生气的话，骂我一顿，打我一顿，你真想杀了我都行，但是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？我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激动。刚想开口一探究竟，那边的工作人员跑来叫我入场。我提起裙摆，在众多工作人员的拥护下迈向婚礼现场。只不过刚才的那个男人穷追不舍，好几个保镖才勉强控制住他。敞开现场的大门，我满心欢喜地遥望对面的傅远洲，他以笑回应，恨不得马上飞奔过来。我爸挽着我，一步步朝前走，内心激动不已。可刚走到一半，台下突然冲上来一个黑影，台下一片哗然。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傅老爷子。傅景怀，你别给我胡闹，这是你小叔小婶的婚礼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原来他就是傅景怀。傅景怀狠狠攥着拳头，几乎已经失控。桑婉，你好好看看我呀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怎么可能不记得了？我爸把我护在身后，严厉警告他：我女儿马上要嫁给你小叔，还是称呼她为小婶，才合规矩。听到这个荒唐的称呼，傅景怀的心好像被刺穿了一样。他不顾任何人的阻挠，要上前来拉我。我只缩在我爸的身后，警惕又陌生地看着他。我真的不认识你是谁，而且今天是我和傅远洲的婚礼，请这位先生不要再捣乱了好吗？傅景怀的瞳孔一颤，不可置信地紧紧盯着我。先生，桑婉，我可是你爱了6年的男人，你怎么能用这种称呼来叫我呢？看见眼前的男人如此激动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前些天，我看见新闻上说，你因为车祸失忆了，可能是这个缘故。先生认错人了吧？我是叶桑婉，傅远洲的新娘。说完，我便抬头向傅远洲示意。傅远洲抬了抬手，叫来保镖把这个胡闹的男人拖走。我看在你是晚辈的份上，
先不和你计较。如果你再来打扰我的妻子，那我这个当小叔的，就替你爸好好教训你一顿。”傅景怀瞬间被控制住，再无反抗的力气，而婚礼也可以照常进行下去。我捧着捧花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一步步走向傅远洲，那个我爱着的男人。我满怀幸福地拥住傅远洲，是我这辈子最安宁的时刻。台下所有人都带着祝福的目光看着我们，但除了一个人，被迫跪在台下的傅景怀，绝望地流着眼泪，嘴唇一张一合，我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。我移开目光，看向傅远洲，戴上钻戒那一刻，我不禁落下幸福的泪水。我愿意。婚礼结束后，为了躲避家里的闹剧，傅远洲带我去了游艇上。他给我调制甜酒，陪我躺在甲板上晒太阳。我知道自己的记忆空白了一块，但此时却填补了许多。我们在日落之前靠岸，傅远洲却接到了一通电话。傅景怀那个混账，现在嚷嚷着要跟傅家断绝关系。我怎么养了这么个东西？你赶紧看看新闻上是怎么说的吧。傅远洲自然听出了是什么意思，拿过平板来查看新闻。上面竟然刊登出傅景怀和我的婚礼，还有傅景怀在微博上发的内容。叶桑婉只是因为失忆而忘记了我的存在，所以他和我小叔的婚姻不能作数。这种行为是趁人之危。傅远洲死死盯着平板上的内容，然后仰头按了按太阳穴。傅家是市里的首富，好好的一桩婚事，硬生生被傅景怀说成了丑闻。傅家上下都忙疯了。等我和傅远洲回家的时候，林雨蝶直直朝我过来，破口大骂：“既然出了车祸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仅仅失忆了算怎么回事？现在景怀一心扑在你身上，他把我和孩子都给抛弃了。你这个贱人！”傅远洲刚要抬起手，我直接按住。我上前了几步，看着发疯的林雨蝶，平静道：“我真的不记得傅景怀和我有什么关系，只知道他现在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如果你就是他的女朋友，那就请你好好的管住他。”这句话似乎刺到了女人的痛处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倏然攥起了拳头。你是在讽刺我吗？别以为他说爱你，就真的爱你。我入职的第一天就能爬上他公司的床。听说那间屋子是他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但是我睡了。从那之后的每一天每一刻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傅总就会过来疼爱我。他是爱我的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林雨蝶突然被人推到了地上。来人竟然是傅景怀。傅景怀胸膛上下起伏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林雨蝶。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你了？你只不过是我的玩物。
如果桑婉真的信了你的鬼话，我就弄死你。林雨蝶撑着身子坐在地上，泪眼婆娑地看向傅景怀，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我不信你一点都不爱我。你嘴上这么说，但你心里肯定是爱的。更何况我还怀了你的孩子，这可是你的后代。你不会这么狠心的。闻言，傅景怀猛地回过头来，急忙朝着我解释：桑婉，每一次我都和他做防护措施，是绝对不可能有孩子的。我是很喜欢孩子，但我只喜欢我和你的孩子。我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只是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情绪。可林雨蝶却崩溃到嚎啕大哭，上前抱住了傅景怀的大腿，以泪洗面。景怀，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？和我睡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过你最喜欢我，怎么现在要说这种话呢？傅景怀慌张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死死地掐住林雨蝶的脖子，把她一脚踹到了路中央。快给我滚！我一眼都不想再看见你。话音刚落，一辆车疾驰而来，瞬间鲜血四溅。傅远洲紧忙把我搂进怀里，捂住了我的眼睛。林雨蝶被压在车下，当场就断了气息。她肚子里的孩子更是难逃一劫。傅景怀只冷冷扫过一眼，然后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他转头，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看向我：桑婉，你看，我真的不爱这个贱女人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只是失忆了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狠心把我丢下。毕竟我和你相爱了6年之久啊。傅远洲实在忍无可忍，几步上前把我挡在身后，皱着眉怒骂他：你现在就是个疯子，出轨装失忆，还草菅人命，你还是不是个人了？我和桑婉已经结婚了，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傅景怀攥了攥拳头，眼里没有了一丝对长辈的尊重，冷笑一声：小叔，这句话我不得不讲。你明知道我和叶桑婉相爱6年，现在半路截胡，可不像是一个长辈应该做出的事。啪！傅远洲直接扬起手，扇了傅景怀一巴掌，气得胸膛不停起伏。我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不是不想当傅家的人了吗？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公司总裁这个职位你也别干了。今天弄出人命，你也休想傅家帮你处理。滚！傅远洲回过头，直接拉着我的手往傅宅里走，边走边吩咐道：以后傅景怀不再是我们傅家的人，也别把他放进来，赶紧报警把他抓走。是。被锁在门外的傅景怀开始像发了疯一般，用力踢着大门，撕心裂肺地大喊：
叶桑婉，如果有一天你恢复记忆，你一定会记起我，一定会后悔嫁给他的。林雨蝶的死对傅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，但傅景怀主动投案自首了，傅家也及时发布了公告，不会包容一个罪犯。民众的愤怒都转移到了傅景怀身上，而对于傅景怀当时的话，我无动于衷。接下来几天也只是陪着傅远洲。为了处理傅景怀留下的烂摊子，傅远洲记忆好几天没合眼了。我亲自下厨为他熬了汤，送到书房，抓住他的手，眼神异常坚定地看着他。无论我有没有恢复记忆，我都是真的爱你的，你放心。傅远洲一愣，耳尖有些红。我知道，他其实没日没夜的忙碌，也是怕我因为傅景怀的话恢复记忆，然后抛弃他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傅远洲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发顶，无比认真地端详着我，轻笑一声：“我相信的，以后我只会对你越来越好，让你更加离不开我，一辈子都做我傅远洲的老婆。”这种称呼让我刷得脸红，不好意思地撇开目光，而傅远洲却扳过我的下巴，咬着嘴唇朝我眨眨眼睛，打趣道：“老婆就连害羞都这么可爱，可叫我怎么受得了呢？”我羞红了脸，但还是鼓足勇气，踮起脚去吻傅远洲。没过几天，听市医院的医生说，傅景怀得了癌症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傅远洲带着我和傅老爷子急忙去了医院。傅景怀几乎是在几个小时内就丧失了全部活力，他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，浑身都插着仪器，看起来生不如死。医生说，他最多只能再活5个月。当然，也兴许会有其他转机。不过，哪怕活着，他也面临着牢狱之灾。见到我进来，傅景怀用尽全身力气抬起了手，似乎要够我。我抬眼看了下傅远洲，他则点头示意我。我向前走了几步，在傅景怀的病床前站住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虚弱的他。傅景怀的气息微弱，嘴唇一张一合，似乎有很多话想说。我微微俯下身去，才听见他细小的声音：“桑婉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能重新来过，我必不负你。虽然过去的点点滴滴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，但这几天下来，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也心里了然。可眼下，我实在没有什么话想说。”淡淡道：“好好休息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傅景怀的眼角掉下一滴泪水，沾湿了枕头。他紧紧闭了闭双眼，就好像一朵快要枯萎了的玫瑰花。探视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傅远洲拉着我出了病房，把我抱进怀里。“不要多想了，
我在这儿呢。虽然傅老爷子之前被傅景怀气得够呛，但眼下的情况如此恶劣，还是不免伤心。这小子胡闹惯了，这下好了。不过我们谁都没办法，只能尽力治疗，听天由命罢了。傅景怀之前在网上发布的舆论，也确实给傅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我也只能和傅远洲亲自给网友解释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，并不是傅景怀所说的那样。经过一番解释，我们两个得到了所有人的真心祝福，成为全市的模范夫妻。因为傅景怀的事情，傅老爷子也病倒了，身体大不如前，所以也只能由我和傅远洲时不时到医院看看傅景怀。无论从前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无论他躺在病床上说什么话，我也只是静静地听着而已。桑婉，是我辜负了你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，我愿意承担。此时，傅远洲双手环住我的腰，亲昵地吻了我一口。走吧，该回家吃饭了。我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我回头轻笑，回家。我和傅远洲并排走进阳光里，一路上欢声笑语，阳光洒进病房，和傅景怀苍白憔悴的脸格格不入。他望向窗外的两个人，嘴角似有笑意，然后紧紧闭上了双眼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